这名躺在地上的女大学生尿失禁，她并非有难以启齿的生理疾病，而是个单纯病态追寻第一的卷王。她硬生生地将努力卷成了天赋。道尔是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内卷女学霸，考试答题永远做得最快，但会偏执地重复一遍又一遍的做题，强迫症似的必须踩着最后一个才交卷，然后急匆匆赶去首堂赛艇训练课。可不要被轻松的自我介绍环节所迷惑，运动必然要竞争，诙谐的笑声下同样面临着残酷的淘汰。道尔知道自己不是来打酱油的，这个新手是要追求成为成绩最好的那个，可当轮到他来发言时却被打断了，这更加激发他内心的那股较劲。顺便提一下，道尔之前从来没碰过赛艇运动，但并不影响这个偏执的卷王。上学的路上素有一直叽叽叨叨，道尔一句也没听进去，他的脑海里只有那训练口诀，和自己的较劲比有些新手则没那么较劲，一点小雨就会问训练要不要取消，显然是抱着打酱油的心态来玩。然而也不是所有新手都是来玩泥巴的。坐在副驾的女生布里尔显然不简单，从小便是个天赋异禀的运动好手，而她要成为校赛艇一队的首发选手，明确奔着全额奖学金而来的。对于这个最强对手，道尔明显有压迫感，在他眼里只有第一没有第二。内卷风潮下的运动员也可以丧心病狂的没边，高强度使他累得拉稀。更难受的是，耳边仍清晰传来教练对竞争对手的肯定，而讽刺的是，教练甚至连他姓甚名谁也不知道。下周是室内划船2000米测试，道尔根据教练提供的计算原理，推算出自己的极限成绩是8分10秒，那就是他必须死磕到的目标。素友则觉得道尔过于偏执了，在大学里90分和100分其实没差，拿到的分数是一样的。当然他是不懂病态卷王单纯追寻分数和名次，无论是运动上还是文化科上。当道尔在一次测试中拿到 C， 他炸毛了，纠缠着女助教丹尼要答案。丹尼话里有话的感谢道尔，在等他交卷的时间里，自己都能提前完成了专业申请。随后话锋一转，说道尔才刚上大一，加上这不过是选修课，丹尼劝他不必死钻牛角尖。偏执的道尔可不想和对方傻磕了，他必须马上就要得到答案。很快到了2000米划船机测试，道尔发现竞争对手布里尔啃着苹果悠然自得，就是这个看上去有点吊儿郎当的天才新手，他的目标竟然是7分59秒，这个时间也自然成了道尔要超越的目标。调整呼吸，挥洒汗水，他孤注一掷地跑出了7分55秒的成绩。不过隔壁的天才却刷出了7分49秒，压过他一头，没能拿到第一就是失败。此时他的汗水与泪水夹杂在一起，显然他不能原谅自己刚才的成绩。但好消息是，教练认为道尔成绩优异，破格挑选他进入专业组训练，并且参加下周举行的划艇赛，这可让道尔兴奋不已。本以为自己是唯一被选中进入专业组的人，但他似乎忘记了表现比自己更优异的布里尔。对方打来询问道尔一起拼车去船屋训练，才知道最大的竞争对手也选上了。道尔接完这通电话后，整个人开始变得焦虑，扭曲的极度吞噬这个女学霸。第二天凌晨，两人早早来到船屋等待。交谈中，道尔更得到一个侮辱性的事实：一位新手队员为了享受假期，主动提前放弃了拉练资格，道尔这才有幸能顶替他成为一线队员。这些话从竞争对手的口里轻描淡写的说出来，显然击垮了我们天生要强的女主的自尊。看着自己伤痕累累的手心，不甘和委屈在脸上写得一清二楚。和室内划船机的小儿科不同，在水面上的船艇才是运动员们真正的战场。缺乏实战经验的道尔表现得畏首畏尾，而天赋异禀的布里尔却游刃有余。不远处的教练在观察着这组新人，一个是天生干这行饭的，另一个就不太行了。这些窃窃私语透过冰冷的湖面传进了道尔的耳朵里，显得特别刺耳。踏上回程的大巴车，作为新手的道尔遭到一队的驱赶，示意二队的队员应该坐到后排，那里才是他的位置。经过1周的魔鬼训练，很快便是校际赛艇比赛。由于道尔好胜心切加上经验不足，出现了致命的蹩脚。对于竞争欲极强的偏执狂来说，这种甲级战犯般的表现是不被允许的。但主教练主动上前安慰他放轻松，这是团体的运动，输掉比赛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。教练告诉他10000小时定律，人不可能一下子变强大。可道尔依然愤怒、懊恼、自责、不甘。他明白10000小时定律不过是成功者喂给失败者的鸡汤罢了。现实是表现更好的布里尔跃升到了校队，自己则打回了新手队。他继续被一队的成员驱赶，因为弱者的位置永远在后面。对于道尔来说，明明自己学业有成，却非要还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死磕到底。他没日没夜的训练，哪怕是痛苦的拉出尿失禁，也要做能文能武的女学霸。又是一次考试，道尔已经重复做到第3遍了，可这次女助教已经没有耐心等下去，夺走他的试卷就离开。现在已经到学期末的复习阶段，协会已经停止了划船训练，只有道尔一个我行我素的玩命拉，近乎着魔般记录别人的目标数字。他觉得自己还能做得更好，教练可不想冬季休假还要陪着他训练，于是建议他去找负责水上训练的女教练。比起在这里疯狂练力量和耐力，道尔更需要掌握水上技巧训练。幸运的是，经过询问女教练同意了。另一方面，你不得不钦佩他的努力和拼搏，
寒冬腊月，没人愿意在这种季节下水，而他却凌晨5点早早就来到训练。不知帆船失身过多少次，冷得瑟瑟发抖的他半点怨言也没有。不仅有人钦佩女主的努力和拼搏，更有忌惮这样的偏执和极端。有一说一，常人无法企及的努力让他突飞猛进，硬生生的将努力卷成天赋，也把女助教卷成了他的女友。台球听道尔讲述自己高中阶段如何通过努力赢得荣誉，如何战胜更有天赋的学生，如何获得总统奖学金进入大学。他去死磕一件事情，不是因为它简单，反而是因为困难重重。胜利之后，这才能为他带来快感。短暂的假期后，迎来了赛艇协会的开训。他不是天生强大的那个，但他绝对是天生最要强的那个。一天天不计代价的高强度训练，道尔终于爬到了仅次于布里尔的2号位。连体育天才布里尔都感受到了压力。在春季训练的第一天，在布里尔和道尔的珠联璧合下，作为2队的他们竟然战胜了1队，这让布里尔开始抱有期望。他们2个有机会代替那些老罗斯进入1队，但教练迟迟没有松口。着急的布里尔和道尔当面向教练提出质疑。作为教练，显然不喜欢被人质疑，2个人吃了一鼻子灰。当下最着急的便是布里尔，他急切需要得到全额奖学金，不然他就被迫要转去州立学校，因为自己根本承担不起这里昂贵的学费。他抱怨当初自己不该来赛艇，去篮球或者排球早就拿到奖学金。被逼上梁山的布里尔有了自己的打算，就是跟1队的队员混在一起，走点小捷径。由于1队有1名老队员肩部不适提前退出了校队，这意味着空出1个名额。教练组给布里尔和道尔一次内部竞争选拔，谁能在4人滑艇比赛中胜出，谁便能得到那一席之位。比赛中，道尔因为队友发挥不佳败给了布里尔，但道尔不是傻子，他显然感觉到自己的队友是在故意划水，保送了布里尔。道尔很愤怒，手臂上由于长期训练造成了血管感染，甚至会造成败血症，危及生命。为了赢，他不惜卷入恶性的自我毁灭。他主动挑衅抢了1队队员的划船机，布里尔指责南波最近没事找事，道尔也不装了，指责他联合1队作弊整他。他需要堂堂正正的公平竞争。当布里尔发现道尔是拿着总统奖学金进入大学，更愤怒。感情他是吃着碗里的，还在这里跟自己死磕。他无法理解道尔是什么心态，一个为了奖学金，一个却是为追求第一，他们根本不是同一类人。队员之间可以互相不喜欢，只要能互相尊重就能好好共事，但是这里没有人尊重道尔，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女友劝他放下，学会放轻松，但对他来说放松等同于放纵，他无法放松。追求最强不是一种生活态度，而是必须完成的任务。对于这个正陷入自我毁灭中的人，如果没人拉他一把，后果肯定不堪设想。很快，春季环湖划船赛一触即发，这是单人双桨的比赛。道尔嗅到这是报仇雪恨的机会，他的目标是要打破校队的纪录。比赛当日，为了增加难度，时间选在破晓时分开始。昏暗的光线下，校队的纪录保持者很快失控落水，随后更出现了闪电。赛艇比赛有个安全守则，遇上闪电必须停止并靠岸，但道尔并不愿停下来，因为他的前面还有自己的宿命对手布里尔。这是一场谁也不愿服输的生死较量，2个人在碰撞中双双落水。此时天闪雷鸣，布里尔重新上船后，因为忌惮选择了靠岸，可道尔仍不肯放弃。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自己前进的步伐，就算是吓人的闪电也不行。最终只有他自己划过终点线。他看了看自己所耗费的时间，然后孤独地躺在船上。没人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。当他回到船屋，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写下自己傲人的成绩，然而道尔只是轻轻擦掉自己的名字，有所觉悟地选择了退出，一种傲视群雄后的退出。这个让人恐惧的偏执卷，他的双手所处之处最后结成灰烬。而他不是天生强大，只是天生要强。